拳王泰森在全世界都是家喻户晓的存在，他的实力一直都被广大拳迷所认可。有人说他是行走的核弹，一拳就能打出爆炸性的力量；有人说他是灵活的野兽，身马恐怖，只用30%功力即可扭掉对手全部进攻；也有人说泰森是天生的拳王，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令人难以忘记。但即便有这么多赞赏的声音，还是会有人说泰森只不过是个靠天赋获胜的幸运儿罢了。如果碰到比他身材更高大的人，他肯定会跌下神坛，被打得还不了手。当泰森真的遇到这些巨人对手，究竟鹿死谁手？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泰森以小对大的经典战役。第一场比赛，泰森对阵的是萨米斯卡夫。这场比赛发生于1985年12月6日，是泰森的第14场战役。斯卡夫身高1.96米，体重226斤，生涯战绩为21战14负，其中17 KO 对手，是一位典型的长臂斩重炮手。在裁判介绍规则时，斯卡夫的眼神就有些不对劲，两眼紧紧盯着泰森，像是看着盘中的晚餐。但此时斯卡夫不知道，他才是那个被盯上的猎物。随着哨声的吹响，比赛正式开始。好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正式开始了。泰森开局就追着斯卡夫狂轰啊，现在已经是占据了擂台的中心。虽然个子很小啊，但是斯卡夫现在是被一个小个子泰森到处追着跑。前手的刺拳全部打空，泰森扑入近身，左手的重击，哎呦，这一拳是直接把斯卡夫的鼻子给打破了。再加右手的重击，左右拳配合，斯卡夫感觉像是一个巨人一般，但是在泰森面前不堪一击。可以看到斯卡夫现在脸上已经流出了鲜血了啊！泰森只用一拳就能造成这种攻势，真的是太可怕了。摆拳全部打空，泰森在间歇中连续轰入2拳，又在近身搂抱。斯卡夫将泰森推开，他的鼻子已经流出了鲜血，根本留不住了啊！已经滴到擂台上，说实话有点恶心。但是裁判没有叫停比赛，泰森不断的追打，右手再加重击。前手先点，正面换拳，左勾命中，哎呦，这轻轻的一拳啊，就将斯卡夫击倒在地了。这场比赛只用了68秒，就将这位巨人拳击手 KO。那这边哨声吹响，泰森赶快去看一下对手的伤势，既有实力也有武德。可能斯卡夫也没有想到啊，泰森是隐藏的巨人杀手。第二场比赛的对手是拉里霍姆斯，他最初担任阿里的陪练手，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或许是做过陪练的缘故，霍姆斯的风格很像阿里，除了防守稳健是他的优势外，左刺拳和右手重拳也是他的杀手锏。在1980年10月2日，更是以10回合击败拳王阿里，卫冕 WBC 重量级拳王金腰带。而阿里也是泰森的偶像，这场比赛时泰森就在现场观看，泰森亲眼目睹偶像被打出拳坛，于是立下誓言要为阿里复仇，终于在今天等到了机会。好的，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左边的是麦克泰森，另外一边则是拉里霍姆斯。拉里霍姆斯啊，目前是 WBC 重量级拳王、IBF 重量级拳王，可以说啊，在目前的拳坛中是非常有地位的。而且啊，我们能看到两人的身高差也是蛮大的。泰森在这场比赛中呢，其实带着多种信念来的，一个是要证明自己巨人杀手的称号，还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的偶像阿里，要给阿里复仇雪恨。拉里霍姆斯啊，可以说在那场比赛中是直接将阿里打退役了。从此之后啊，在拳坛中没有拳王阿里这号人物，可以说啊，让泰森非常的气愤。那这场比赛中，我们能看到泰森的攻击也是非常的主动。拉里霍姆斯虽然已经坚挺了几个回合，但是在这一回合中，比赛即将分出胜负。拉里霍姆斯选择轻轻搂抱，裁判将两人拉开。泰森摇闪，逼入近身。左手右手的配合进攻，拉里霍姆斯还在搂抱，裁判将两位选手拉开，比赛继续。这场比赛来到这个阶段，拉里霍姆斯有点感受到他已经没法在进攻端与泰森对抗了，所以说他一直在进行防守，同时在防守的过程中呢，去打断泰森的节奏，他想要通过损耗体力的方式将泰森拖入一个加时赛，但这种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了。在我们的话语间换拳，泰森一拳命中对手下巴，拉里霍姆斯的牙套差点被打出来。他缓缓站起，摇了摇头，表示自己还能作战。没关系啊，比赛还没有在此刻结束。他点头表示自己的状态还可以。那比赛继续，这个时候泰森要乘胜追击了，左手右手双拳配合，拉里霍姆斯再一次被打得踉跄倒地。他想站起，但双腿发软。裁判再读秒，还在读秒。拉里霍姆斯表示状态还可以。比赛继续。泰森继续补拳，为了自己的偶像，为了阿里，为了巨人杀手的称号，他要付出这一波全部的力量。
左手拳，右手拳，双拳配合，右手重击，再打头。拉里·霍姆斯现在被打得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的防守姿态也可以说是接近空防。泰森追击，左手重击，这个位置随便打，右勾拳，左勾右勾，再来右手的重击，再来左手重击，连续的猛击让拉里·霍姆斯应对不及，只能仓皇的逃窜。现在泰森将对手堵在边角，现在就是个人的轰炸时间。比赛在此刻结束，泰森一波疯狂的轰炸，将拉里·霍姆斯彻底 KO 昏死在擂台上。这场比赛不但拿下了 WBC 冠军金腰带和 IBF 冠军金腰带，同时还为自己的偶像阿里成功复仇。第三场比赛的对手名叫弗兰克·布鲁诺，布鲁诺被称为一代拳皇，18岁时就成为英国拳击协会最年轻的重量级拳王。1990年被授予英国勋章，6年后拿下 WBC 金腰带，征服了世界。布鲁诺生涯战绩40胜4负，其中30次 KO， 被人叫做英国最后的拳王。而此时的泰森刚刚出狱，他急需一场大胜来证明自己的商业价值。布鲁诺就是那个最佳的人选。刚刚登基的 WBC 重量级拳王，即便他拥有1.91米的身高，95%的 KO 率，无所谓，森哥根本不放在眼里，拿下他，夺回属于自己的荣耀。Frank Bruno with the bodybuilder's physique, 27 pounds heavier, almost 4 inches taller, huge reach advantage, and here we go, round one. I'll tell you what, if I was built like Frank Bruno, I wouldn't be afraid of any time he comes in, he's gonna hold him. He's not gonna let Mike do. That's the first one he felt the steam. Jay Bright said he's concerned about keeping Tyson under control of the belt. He'll be very anxious. 第一回合刚敲铃，泰森就开始猛攻，不管对手如何挥拳，泰森都视而不见，专注将拳头打到对手的脸上。布鲁诺见泰森来势汹汹，便开始用起搂抱战术，这让观众以及裁判有些不耐烦，多次警告布鲁诺正常比赛。很明显，这回合的布鲁诺已经开始害怕了。尽管用搂抱战术暂时拖过了第一回合，但在中场休息时，还是能看到泰森在他脸上留下的伤痕，一道口子清晰可见。这就是泰森的恐怖，也难怪布鲁诺不敢正面接战。第二回合，泰森对布鲁诺的实力了然于心，开始加快自己的节奏。正想终结对手之时，布鲁诺又开始了搂抱战术。长时间的拖延引发了现场观众的不满，台下一片嘘声，大喊让布鲁诺滚下去。原本精彩万分的拳击大战，却变成了激情四射的搞基大战。接着来到第三回合，被爆烦的泰森彻底怒了，再拖下去也是浪费时间。只见泰森以其左勾拳正中靶心，布鲁诺趁机搂抱，但泰森没给他拖延的机会，拉开身位，不断用上勾拳给予对方压力，看是你的下巴赢还是泰森的拳头赢。接不下来，布鲁诺已无力回天，无力抵抗的同时，还差点被打出擂台之外。裁判看胜负已分，直接宣布比赛结束。这样打完，泰森不但向世界拳坛宣布了他的归来，也夺回自己曾经的拳王称号，重新拿起那条属于自己的腰带。而布鲁诺在这场比赛后也因伤势过重，从此退出拳坛。泰森用自己的拳头一次又一次回答了那些质疑的人，他就是活着的拳击图腾。